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没什么预算的魔玩分享时间。今天我们要看的玩具呢，就是眼前这款。哎，没错，是又在我们频道出现了变形金刚和希曼联名的一款玩具。Optimus Prime 装甲的希曼，最强大的汽车人装甲in the universe。这个好吧，盒子呢是依旧和上一代一样啊，对，拿出来上一代一样啊。上一代我买的威震天啊，大黄蜂没买。这种变形金刚极的网格封面呢，配合上希曼宇宙的，这个是灰壳堡，这个是蛇堡，他们各自阵营的一个搭配。然后在背板上呢，就会有他们这次的一个联名之后的一个形象刻画吧。顶部会有各自的派系标志侧面呢是有他们原型的这个人像另一边呢是他们在希曼宇宙中的形象。哇，这希曼好帅！背面就是他们魄力十足的人形立绘飞跃和举起羊头杖我们威震天之前看过了，就不再多做废话，我们主要看这次希曼。有一说一，这个例会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能量这个是实体盾吧，然后这个也是实体件，但是玩具好像并对，玩具这边它是有蜂窝的能量状的那种显示，而且这次一个玩点就是可以口罩脱线不影响我们希曼的颜值，但这个颜值是什么回事？和这上面是和这边是同一个人吗？这个美泰出品，哎呀，这个颜值有点像灵长类大猩猩好吧，盒子外包装呢就是这个样子，还是非常有梗的一款外包装。我们话不多说，来看看里面的有些什么吧。这次包装内呢还是会有一小册漫画，非常薄几页，但是呢还是蛮有趣的。大家看这个峰会4个联名角色都有背面Master of Universe Transformers。内容大致给大家过一下吧，基本上就是我们威震天在灰壳堡做微做符吸收能量，然后擎天柱和灯坑擎天柱和大黄蜂，或者说希曼和灯坑，哇，这个擎天柱好帅，这个希曼好帅，来阻止他的阴谋。打起来之后，啪啪砰砰，乒乓乒乓，最后呢，有烟无伤，我们擎天柱跳出来，拿着他的领导模块剑最终打赢了骷髅王这个决胜为什么是能量符然后照亮我们最黑暗的时刻直到万众一心里面还有很多经典的台词，像之前那个他们在决斗之前One shall stand, one shall fall 蛮有趣的。吸收了骷髅王的威震天能量，但是最后呢，红蜘蛛好像还有后手，所以说这个漫画应该还没有完结漫画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样子。好把玩具从盒子中取出来之后，本体基本上是这个样子依旧是我们熟悉的五五开的身材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面雕有一点点一言难尽和我们现在帅气美型的这种美术风格不太一样，这有一点点古早特别是这个嘟嘟嘴微张的嘴，一口白牙。头盔呢是一个整个分件在人形希曼的头雕上的，所以说它这个擎天柱的头盔呢是没有办法取下来的。眼睛是一个简单的刻画，甚至于你都不太能够看清楚它眼白在哪里，只有一个上眼睑和眼睛瞳孔的一个刻画。但是擎天柱的头盔的风格呢还是蛮明显的口罩它刚刚盒子上也说了，它是会有一个替换键来的安装起来也是非常方便。可以看到它头盔下面是有2个槽把这个有下巴的位置从下之后呢插到它的脸里面去就 OK 了。装完口罩呢是这样一个效果看上去好像比素颜要好一点擎天柱的味儿更浓了。全身上下呢也可以看到主要的一个变形金刚的元素呢都是在上半身，特别明显的是它的一个肩甲有水纹一塌糊涂的烟囱2个，而且它是双肩都有
拨拍标志，并不像动画中只有一面有。胸口呢，它是在原有He-Man 那个 H 的元素上呢，再加了一个像车窗一样的结构。这个两方融合还挺巧妙的。腹部呢，它会有一个像车前进气栅栏那个一个刻画。整个外甲呢是软胶的，我觉得它应该是能够单独拆出来，因为可以看到它脖子这边的一个分件和腰胯部分呢，它都是一个独立分件，所以说如果你把它整个拆开的话呢，应该是可以把它拆开来，但是因为现在温度比较低啊，这个拆起来有一点风险，我就不给大家展示这种邪道玩法了。背面的颜色就有一点素了。腰带方面是黄色，算是致敬了变形金刚擎天柱元素上的一个黄色元素吧。大腿灰色，明显的这个分膜线这玩具感十足啊。然后腿部这边呢，银色和蓝色也和擎天柱的原本的一个要素相契合。手臂部分熟悉的一个黄色三角，这也是给你还原了出来，整个元素融合上还是非常不错的。除了它本体部分的元素之外呢，它配件方面呢还给了能量斧。当然这次能量斧就不会从手里出来，因为我们希曼毕竟是人类嘛，它是一个握持的这样一个手持的斧的样式，而且握持的非常紧，还会给出一块能量盾牌。这个能量盾牌呢，我在变形金刚这块呢是没有，不记得它有什么出处。希曼这块的玩具我也不太熟，但是印象中希曼的确是好像玩具很多是有配盾的，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源自于希曼这个 IP 里面的一个元素刻画。然后最主要的呢，希曼必然是会有它的宝剑。这次宝剑呢，也是变形金刚的领导模块的元素巧妙的融合了进去边上两边像那个刀颚部分呢，就是原来希曼那种往外伸的那种元素，还是挺好的。虽然说涂装上有点奔放但是要素还是融合的挺不错的。剑身部分呢是有一种蜂窝状的能量剑一样的式样，但是有一个问题，这把剑的剑柄呢是明显有点粗的。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可能是冬天的关系它的握持手型呢虽然是软胶，但是还是比较紧这把剑呢不太好握有点紧。握持剑呢是这样一个状态。当然，你如果想要全搭载的话呢，剑也可以在它背后中间这一块呢有一个插槽，进行一个完美的背负，手就可以握持能量斧了，也算是一个全搭载的模式非常不错。和之前威震天的一个身高比音呢是基本上这样一个状态，和变形金刚中威震天比擎天柱高一点点所不同，这次的希曼呢是会比我们的骷髅王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两个双 IP 联名的角色放在一起还蛮有感觉的。虽然说之前我在拍威震天的时候也说过，作为可动玩具，它可能有一些可动性上什么并不是特别优秀，但是作为一款联名玩具，我觉得放在一起还是有那种特别的味道的，蛮不错的。好，看完配件呢，我们来进入它的一个可动展示环节大家看过我之前威震天骷髅王那个视频，也应该知道这款玩具它的一个卖点并不是可动，是快拆互搭的那种玩法。可动呢，应该不是它的一个长项，但是我们群力还是要来看一下。首先头部360度平转是有，但是希曼不会这么转，然后抬头低头是这样一个幅度，左摇右摆也可以。头部的一个关节活动位还是非常灵活的，也足够用。然后手臂部分360度旋转当然是 OK 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因为它一个切角关系呢，它是有一点点斜着转的一点略微螃蟹手当然肌肉男这种螃蟹手也是可以接受的范畴。平台呢，因为它肩胛的关系，它基本上只能有45度这样左右一个幅度上臂呢也是没有旋转的一个关节的，它主要手臂旋转是靠肘关节这边一个进行一个旋转，曲肘勉勉强强算是接近90度的一个幅度吧。
手腕这边呢，它右手是一个上下可动，左手这边呢是一个内外可动，这在美系玩具中还是比较常见，比如说星战玩具都是这样一个手腕的一个可动配置。然后胸腹部呢，它前后左右都是没有，它只有一段平转。下盘可动是前踢，象征意义的45度吧，后踢几乎没有，因为它臀部零件的造型在，然后侧踢稍微大一点，基本上60多度的一个样子。大腿呢依旧是没有给出平转的一个关节如果你要转的话呢，还是要通过膝盖这边稍稍有一些左右转的可动，同时膝盖的弯曲幅度呢也是90度小腿这边呢会有一个平转关节，但是作为人类这段转的就有点不太科学脚踝部分，前踮脚勾脚是这样一个幅度，左右接地呢就是要利用它这个斜插关节的角度来进行适应，但是幅度并不是太大，所以说它的可动性来说呢，并不是它的一个长项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样子吧。好最后总结一下，我给这款玩具打分呢是可以给到一个4颗星的，算是比较高的一个分数虽然说它可动性呢非常之糟糕做工呢也很粗犷，但是那种古早味呢，就很戳我这种老灯这个XP特别喜欢，而且我对这款玩具喜欢的是胜过之前威震天的，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它西曼擎天柱它辅剑盾的配置更符合我传统意义上对这种可动人偶的把玩上的乐趣，而且它可以全收纳，整个零件稳定性呢也会比威震天这个臂炮呢要更和谐一点不太影响战力，而且它口罩可以拆卸也算是一个小设计的一个巧思。特别是如果你是希曼和变形金刚的双重 IP 的粉丝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系列还是有值得一入的怎么说呢，推荐度的。当然另2款登肯勇士大黄蜂和那个叫骷髅魔还是什么红蜘蛛呢，大家会不会入就另外一回事，因为它说实话它的单价并不低，单款在3张以上的价格，以这样品质来说呢是性价比非常之低的。像我就入了这2款擎天柱、威震天骷髅王、希曼这一对宿敌我觉得对这2个 IP 的爱呢也只能支撑到我这里其实真蛮可爱的。作为美系玩具来说，又一种很耐操的感觉，而且它那种互动玩法，我因为只有这2个，也估计玩不出什么大花了，估计会可以拆个手臂给它还一下能量宇宙总之还是蛮有乐趣。作为玩具来说，给我带来了足够多的乐趣，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特别是它在玩具盒子内设计元素呢也运用得非常好，甚至于会有漫画介绍你整个一个联名故事来说呢，从各个层次上都满足了我对这2个 IP 的一些需求，我觉得是蛮不错的。推荐给喜欢这2个 IP 的玩家进行入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简单录到这边。如果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呢，记得给我1键3连支持我，你们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再次感谢大家能够看到最后，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哎呀。